这套战袍不仅奠定了 J.Lo 的传奇地位，也为当时承接时尚帝国的 Donatella 立下了成功的标杆。这套造型引起了全球民众的讨论热潮，据说红毯照片在24小时内被下载超过了64万次，这也促使了 Google 创建了图像搜索的功能。大家好，我是 Sylvia， 欢迎来到时尚左脑，一起让左脑充满时尚元素。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大家表达万分的感谢。观众留言告诉我，这个意大利品牌的念法要再去确认发音，原来正确的念法是 Which Italian word do you wish English speakers would stop saying incorrectly? Versace. Is Versace. 我在一些不同的访谈，甚至是 Vogue 的影片中听到的发音 Gianni Versace. Versace dress.The Versace Spring 2018 Ready-to-Wear shirt 跟我以前知道的念法是一样的，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此也没有重新去确认。不过，其实收到提醒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开心，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修正。谢谢大家，我会更加努力，也感谢大家的温馨提醒。回到影片。今天将透过4场 fashion show， 用设计的角度和大家一起看 Versace 在 Donatella 承接后的精神延续，进而理解他所面对的种种不安与变动，也加入了我对于事件背后情感的变化和我的感受。如果你喜欢和我一起探讨不同的时尚话题，一个免费的赞还有订阅都是给我最大的支持。Donatella 出生于1955年，我们都熟知她有2位哥哥，但其实在她之前还有一位她素未谋面的姐姐。事件发生在1952年的某天，全家人欢欣鼓舞地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当时姐姐在游玩的过程中不慎跌倒，然而这一个伤口竟然感染了破伤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短短的24小时内，他就离世了，甚至身上还穿着那天精心为参加活动而打扮的洋装。在姐姐过世的3年后 ，Donatella 来到了这个世界。或许正是因为她的2位哥哥曾经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悲伤，所以他们对 Donatella 投注了更多的爱。因此，当我们听到 Donatella 曾经用宠溺来形容她哥哥对她的照顾时，我们也更能理解这份爱的来源。孩童时期，兄妹俩一起经历的所有冒险，都成为他们独有的连结。这一份彼此熟识与默契，也成为了品牌创造力的重要核心。Gianni 表示 ，Versace 的独特之处就是 Donatella， 因为妹妹是她的缪斯女神之一。对 Donatella 来说，她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母亲和哥哥的陪伴，他们给予的时尚启发是无法忽视的。母亲每天在工作室制作各种的服装，看着时髦的女性穿梭其中，开启了她对时尚的理解。童年时代，他们所处的环境多是中产阶级，并非世袭的贵族。这段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 Versace 对女性角色的诠释，挑战了传统的界限，也让这个品牌给时尚界带来不同的震撼与革新。Gianni 在1978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这位强调自我风格并追求创新的设计师，在时尚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1982年的一场时装秀上，他展示了品牌开发的一种面料。织物表面有着类似链甲的效果，犹如流体金属般的闪闪发光。这种面料结合了优良的垂坠性，使得衣服在穿戴时更具曲线美，让人仿佛跟着 Gianni 在他成长的城市的古代废墟里所看到的希腊女神雕像般的优雅。这套令人惊艳的造型，它的连帽设计概念在2023年的 Fashion Show 上也再次出现，延续了这个经典的元素。Versace 的许多设计以金属细节为特色，在当时的异材质混合手法中仍相当少见金属装饰。相较于银色，他们更偏爱如同巴洛克风格的金色。每一件作品都散发着奢华的氛围。在1990年的作品中，短版上衣首次应用了大量的安全别针，这一种大胆的设计突破了时装界的想象。在1994年的《你是我今生的新娘》电影首映会上，
电影男主角休葛兰当日的女伴伊丽莎白·赫利身穿着一件 Versace 的黑色洋装，以深 V 领和一侧流线型的大开口为特色，设计上由大大的金色的安全别针收拢的感觉，引来了众多媒体的讨论和关注。尽管当时有不少声音对这种开缝的暴露感表示很震惊，但是赫利她以穿着者的角度向媒体表示 ，Versace 的设计是为了赞颂女性的美，而不是遮掩。这样的回应成功的化解了负面的声音，而这套造型很快就成为90年代最具标志性的 look 之一，甚至拥有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这样具辨识性的设计手法，以最近期为例，2023年系列中也能看到这种衣服上流线型撕裂裂缝感觉的开口，虽然拿掉了别针，但是潜藏在服装中女性的坚定自信，仍深深的再次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1990年代中期，当 Gianni 与癌症搏斗时 ，Donatella 扮演了更加关键的角色。她回忆说着，几乎每天都要携带着很多衣服去找哥哥讨论，做出更多的决策。这些经历让她对时尚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于这个重大的健康问题，促使 Versace 制定了公司继任计划。因此，当 Gianni 在1997年意外遭到枪杀后，公司没有陷入过多的动荡。Donatella 接任了首席设计师和董事会副总裁的职位，并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在巴黎的丽兹酒店举办了一场时装秀。失去从小依赖的哥哥，对他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必须在悲伤中坚持工作，按照原定的计划推动品牌运作。在我的感觉，我推测有2股力量支持着他。第一个是对哥哥离世的事件，他内心并没有完全接受，他可能避开了内心的某一些情感，才能让他继续工作。这成为了一种机制，因为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这一切。另一方面，他感受到来自品牌与哥哥使命的压力，这是他无法回避的责任，因此他必须坚定地向前迈进。在1990年代中期 ，Donatella 致力于创造能够表达自己感受的服装，用她的直觉开创出成功的道路。她是少数早已领悟到时尚圈与名人之间密切关系的设计师之一。这种远见创造了红毯历史上一些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包括 J.Lo 在2000年的葛莱美颁奖典礼上穿着的深 V 型丛林印花礼服。她回忆起当天她走上台阶的时候，一阵风吹来，完美的展现了这套服装，也让媒体们拍下了惊艳的一幕。这一切都共同创造了当代的指标性造型。这套战袍不仅奠定了 J.Lo 的传奇地位，也为当时承接时尚帝国的 Donatella 立下了成功的标杆。这套造型引起了全球民众的讨论热潮。据说红毯照片在24小时内被下载超过了64万次，这也促使了 Google 创建了图像搜索的功能。在2020年春夏时装周上 ，Donatella 再次邀请 J.Lo 穿上了深 V 型的丛林印花礼服，重新的设计，将原本的长袖拿掉，使整体更显得轻盈，腰部也特别开口，更考验着穿着者的身材。对于一直保持极佳状态的 J.Lo 来说，再次穿上这套战袍，更能展现她身材的线条。在秀场背景的大荧幕上，随着经典造型和 J.Lo 的出现，展示了 Google 当年搜索这套造型的画面。全场来宾纷纷起立鼓掌。这2个时间点，其实我没有待在业内，但是这些消息的热度都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2020年的秀，我坐在电脑前面，完全被惊艳所包围。我不停地看着照片，震惊于20年后仍然如此美丽，身材线条如此完美。我记得当时一直盯着她的屁股和大腿的线条，一直想着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让我们一起回想，从影片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Donatella 和她的哥哥一起经历了许多成功的时刻，但是突然之间，她独自要一个人承担这份压力。当然，她身边是还有一支团队。但我指的是他内心的状态，他是否感到孤单或者无助呢？他肩负着整个品牌的整体愿景，负责每个季度的时装秀和品牌形象。在这些忙碌的背后，他是否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呢？根据他在某些访谈中提及，大约在2004或是2005年，他决定进行对某些会让人上瘾的东西进行康复的疗程的决定，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太多的细节，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哥哥的离世和接踵而来的各种压力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我们将头衔抛在一边，卸下工作职责时，我们真正需要反思和了解的是我们是谁。其实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需要不同的生活面向来平衡自己，因此给自己一点宽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呀。2018年的春夏秀场是 Gianni 逝世20周年。Donatella 在一次美国 Vogue 的对谈中表示，年轻一代或许不再熟悉他哥哥在时尚界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他希望透过这个特别的年度，将 Gianni 所代表的价值和他们品牌的精神再次呈现给世人。当时的 Vogue 时尚总监形容 Donatella 迈向秀场的那一刻，充满了自信，准备好了即将展示的设计以及他自己的情绪，展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状态。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状态。这场秀压轴邀请了5位90年代的超模，他们身穿 Versace 特别开发的独特金属纱面料设计的礼服，那熟悉的优雅气质瞬间让大家回忆起昔日的辉煌场景，仿佛时光倒流般，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了90年代那个令人向往的时代。我的感觉，这一刻的感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回归。这不仅是 Gianni 的精神完整重现，也是对他丰富创作的再次凝视。对 Donatella 而言，这场秀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兄长的遗志，将创造力和魅力重新注入到品牌当中。这是一次对品牌历史的重温，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按下订阅，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每份订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提供我创作的重要机会。我会持续发布更多用有趣方式介绍服装相关小知识的影片，还有记得按赞、留言、加分享。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